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化身声优少女，为宫崎骏《幽灵公主》配音，不愧是内娱标杆。当吉卜力工作室的官方微博亮出《幽灵公主》中国上映的海报时，观众们惊讶地发现小桑的配音演员栏赫然写着赵丽颖的名字。这位在影视领域深耕17年的实力演员，正在以超出常规的路径突破职业边界。在宫崎骏这部睽违28年的经典之作即将登陆中国银幕之际，赵丽颖的跨界合作不仅让影迷与动漫迷产生双重期待，更折射出内娱生态中演员突围的新可能。1997年上映的《幽灵公主》在全球累计斩获1.6亿美元票房，其环保哲思与东方美学的融合至今仍被奉为动画电影巅峰。吉卜力工作室选择在中国市场重映这部经典，既是对中日动画交流40周年的献礼，也是对中国观众审美力的认可。据中国电影资料馆数据显示，宫崎骏作品在中国重映平均票房达2.3亿元，其中《千与千寻》更是创下4.88亿元纪录，印证着中国观众对艺术动画的持续热情。此次重映的特殊性在于本土化改编的突破，与过往直接引进日语原声不同，吉卜力首次启用内地演员担纲主角配音，这种文化转译的选择既需要勇气，更考验眼光。赵丽颖的入选绝非偶然，其主演剧集在东南亚地区年均播放量超50亿次，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恰好与《幽灵公主》的核心受众高度契合。在官宣配音消息前，赵丽颖已悄然完成职业赛道的多重跨越，从《楚乔传》中坚韧的女将军到《幸福到万家》里的农村女性，再到与冯小刚合作的现实题材电影《向阳花》，她的角色图谱始终在突破舒适区。此次为小桑配音，是其表演维度从肢体语言向声音艺术的延伸。在曝光的配音花絮中，赵丽颖为呈现山犬少女的野性之感，刻意压低嗓音进行气息训练，这种专业态度让日本声优指导都赞叹不已。相比同期演员仍在红毯争艳，赵丽颖的选择显得尤为清醒。据统计，85后女演员中涉足电影配音的仅占12%，且多集中在商业动画领域。选择艺术性更强的吉卜力作品，既是对自身实力的自信，也是对行业现状的破局。当流量红利消退时，多维度的专业储备才是演员的生命线。小桑这个角色本身即是赵丽颖职业轨迹的镜像投射，被山犬养大的人类少女，既保有兽性的纯粹，又兼具人性的复杂，这种双重特质恰似演员在娱乐圈的生存状态。赵丽颖在采访中坦言，自己与小桑都带着某种孤独的倔强，这种共鸣让她的配音不止于技巧模仿，更注入真实的情感记忆。在角色塑造层面，小桑从敌视人类到拯救阿西达卡的转变，暗合着赵丽颖从被质疑圆脸部能当女主到成为收视保障的蜕变。当配音片段里传出那句“我既是人又是狼”的嘶吼时，熟悉赵丽颖成长史的观众很难不产生代入感，这何尝不是演员与资本博弈、与市场角力的心声？这次跨界合作带来的震动远超行业预期。中国配音联盟统计显示，官宣后《幽灵公主》的预售票房激增237%，其中25至35岁女性购票占比达68%，印证着演员个人 IP 与经典 IP 的叠加效应。这种成功模式为内娱提供了新思路。当影视寒冬压缩传统机会时，声音经济、舞台剧、艺术电影等细分领域正在形成新蓝海。赵丽颖的探索揭示着演员发展的另一种可能，不必困在番位争夺的零和游戏里，转而通过文化价值的深耕实现破圈。
正如他在某次演讲中所说，演员的疆域不该被镜头框定，只要故事需要，录音棚也可以是新的片场。这种职业认知的升维，或许正是破解内娱困局的关键密钥。在《幽灵公主》即将揭幕的夜晚，观众不仅会见证宫崎骏笔下的奇幻世界，也将聆听到中国演员用声音塑造的崭新艺术人格。当小桑在荧幕上纵身跃入迷雾森林时，荧幕之外的赵丽颖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诠释演员的无限可能。这种突破边界的勇气，或许比任何奖项都更接近艺术的本质。2. 赵丽颖上乘是封神造型背后藏着多少女性血性与泪光？2025年4月27日，一张赵丽颖头戴3只银簪，身披改良旗袍的封面照引爆全网。锋利的簪尖刺破乌纱，似刀非刀，似是非是。网友惊呼：这哪是簪子，分明是刺向遗忘的剑。3只银簪背后的血色浪漫。福州三坊七巷的青石板路上，赵丽颖的脚步声与100年前的回响重叠。她手中握着的3条簪，曾是明代抗倭时期福州妇女的暗器刀刃，向下的主簪藏于发间，左右副簪交叉如剑，既可挽发，又能防身。古籍《闽风杂记》曾记载，银簪棱角如剑戟，交叉似钟馗降妖。这种刀尖上起舞的美丽，藏着一段被尘封的血泪史。1930年，福建代省长方声涛以不雅为由，禁止女性佩戴此簪，甚至有农妇为守护发簪与警察搏斗。而今，当赵丽颖将这3只银簪重新插上发髻时，网友发现，主簪代表魏国，左簪象征魏家，右簪寓意为己3把刀，3重身份，恰似福州女性千年未变的刚柔并济。顶流与非遗的危险游戏，是拯救文化，还是消费传统？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卷入非遗争议。2023年，她带火泉州群浦簪花时，有人质疑明星打卡让文化变廉价，但数据狠狠打脸。福州3条簪话题阅读量24小时破亿，非遗传承人黄秋辉的工作室咨询量暴增300%。更有网友扒出，赵丽颖拍摄前专程拜访非遗匠人，学习脱胎漆器时被大漆过敏折磨3天，却坚持不用替身。这场危险游戏中，最动人的不是流量神话，而是一个细节。当赵丽颖带着3条簪走过岷江时，岸边80岁的老奶奶颤巍巍竖起大拇指。我按摩年轻时也这样戴过。当银簪刺破流量泡沫，谁在害怕传统文化的复活？历史总是惊人相似。1930年，有人恐惧女性头上的刀；2025年，有人嘲讽明星蹭非遗热度。但翻开非遗里的中国福建篇，会发现更深的隐喻。3条簪与脱胎漆器、软木画共同亮相央视时，弹幕刷屏的却是想去福州亲手打一把银簪。或许正如赵丽颖在采访中所说，传统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流动的河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攻着它，而是跳进去，溅起让世界看见的水花。3只银簪刺破的是对女性力量的偏见，连接的是跨越时空的共情。当赵丽颖以顶流之姿托起这份沉重时，我们突然读懂，所谓文化传承，从不是一个人的孤勇，而是一代人的觉醒。